大家好，今天是9月6号，比特币刚刚是一度站上了2万美金，现在是又压了回来。那我观点维持这3-4天的不变，你尽量去19600选择做多，止损设在19500。今天视频要来讨论一下，就目前的图形，它整理了接近10天，那在这个19500只要不破的情况下，下一步有没有可能上去挑战这个20MA 跟60MA？我们可不可以参考历史上的几个位置，或者是也是有朋友在讲，最近美元是创出近20年的一个新高，那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强弩之末？因为数字货币是有一些利好啊。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永久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Bybit 不用验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价格，昨天其实主力是再给足了时间，让我们重新在19600。你如果还要选择做多，就是4个小时，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有提到嘛，这整理的区间已经是出了好几组多方的抵抗，这是一个插入线，这是一个拇指线，全部都是多方抵抗的 K 线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位置19600，就是它这一个下跌的收盘跟上涨的这个开盘位置，昨天是再给了一次压回到这个位置，所以有时候吞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就是它收盘跟开盘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啊。昨天为什么不破下去？那日线级别我们可以同样这样子来用啊，已经讲了一段时间，这整个日线我的观点是不排除真的就是一个底部，因为它有好几组多方 K 线组啊，吞没。这也是一个吞没，那这是一个橙星，这是一个塔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多方吞没后面塔形底压回来的时候是撑了1次、2次、3次、4次、5次，包括这个也是用多方吞没下影线再撑了一次，所以从这一个支撑的重心就可以抬到这一个19300附近啊，就是这一组多方吞没的收盘跟开盘。那后面这是在这个位置这一波25K 压回来的低点，这边又出了一个多方的吞没，所以我前几天是一直跟大家讲，我们尽量防守的止损就是19500，就这一个收盘跟开盘的这个点位，4个小时可以这样子来用，日线级别也是可以这样子来用。其实短期也是有一些利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俄罗斯财政部宣布加密货币跨境支付可能即将合法化。那我的观点是，反正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东西，你尽量看未来。如果是真的在这个位置猜到底部的一个多单，我的观点是你给我报成大长线啊。昨天是有讲到那个观点，未来有没有可能10万或者是100万？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最近的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也是创出近20年的一个新高。我们尽量可以看一下，其实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在高档的位置你连续上影下影，上影下影，上影下影，这种我感觉不太好啊。如果是在高档的位置，这种大局的震荡有可能真的是一个强弩之末。而且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在过高的时候是有背离啊，它不光是日线背离，周线也是有背离，你可以去看一下周线是有背离啊。所以我的观点是，美元指数是不是强弩之末？9月22号，美联储再加息，加完以后到11月份，美国要进行中期的选举。那我的观点是，既然比特币已经压到这么低的位置，中期选举完，后面还会再加吗？那当下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复制历史上的几个位置？也是20MA 在头上 ，60MA 在头上，其实这个空间只有10%。历史上的几个位置有没有这种？上去以后重新压回，它挑战了这2条均线，又重新压回，后面又重新突破。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今年的3月份也是有一波，就是因为趋势是全部向下了，然后它挑战了这个 60MA， 挑战了 60MA， 绿色的这一条压回来，最终是在这个位置突破，然后就开启一波。那我们再看一下跟去年5到7月份的一个位置来比对，这边不是崩盘崩到3万美金附近，当时也是有一个抬头，后面是重心压回来下移，重心再压回来下移，最终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突破的这条红色的以及这条绿色的是很近啊，也是只有10%的一个空间。所以我的观点是，只要19500不破，我现在是在猜有没有可能开启一个波段上涨，类似这个位置这种波段，或者是至少这种波段有没有？它现在大涨，就是说可能
2倍或者3倍或者1倍的大胆可能性不大，但是反弹个20-30的空间，我是觉得应该是有的。主要就是时间还没有到位，没有存在那种1倍、2倍的上涨，就是因为你如果上去20-30%的话，它可能这个位置还有套压盘，它需要整理啊。还有这个位置也有套压盘，就算能上去，它可能也是要整理。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